雷鸟 Air 2从整个外观 ID 就可以看到，这次的升级它并不是一个小升级哦，这次真的是换代了。给我整体感受就是 Air 2的外观更轻薄，观看和佩戴更清爽。我们先快速开个箱啊。收纳这次改用了帆布袋，内部是有隔层的，方便分类存放。对于这种不是时刻去佩戴的这种智能眼镜来说，运输的存放肯定是会有心理压力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Plus 的那个盒子，它非常能装，就把 Plus 膜盒和线都能放下去啊，保护性也很好。这次的 Air 2使用了标准的 Type-C 口，可以看一下，为了佩戴的更舒服，它的线连接头除了弯头结构以外，还有一个外翻，它方便我们理线。不过这次的 Type-C 线并不够细软，好在市面上呢这类 DP 协议的 Type-C 线也比较多，有更细软的传输线需求的可以另行选购。近视方案依旧和前几代一样，就是采用的一个磁吸的方案，不过它造型上略有不同，所以和 Plus 是不可通用的。按照雷鸟一贯的惯例来说，它是会赠送配镜服务的。这次眼镜外观相对于 Plus 是真的轻薄很多。首先，直观的我们来一个重量的对比 ，Air 2足足轻了11克。那这是怎么实现呢？首先 ，Micro OLED 屏幕从之前的0.68英寸升级为最新款的0.55英寸，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我们这个额头的厚度。直接我们来对比一下厚度表现，它足足削弱了20%样子。我们不能小看这20%啊！首先，观感上侧面和顶部都会正常很多。其次呢，根据我们这个佩戴的杠杆原理啊，它这个镜框的下坠感会进一步减少，减轻对这个鼻托的压力。镜腿的这个宽度跟厚度也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减少。虽然外观上我们看起来是减少了这个音腔的体积啊，这次 Air 2采用了瑞声科技的 AAC 线性喇叭单元的音质和轻语模式漏音表现，我们跟 Plus 来一个直接的对比啊。这次全新设计的这个铰链结构，这次支持了上中下3档调节。我也拆开来看过里面的结构啊，它里面有一个比较醒目的大螺母，它是用来固定的用途，就是防止它松动。另外还有2片刚性结构，就互相嵌套，就实现一个3档调节，可以实现这个佩戴舒适度和画面视野的2个优势啊。目前 BB 方案普遍面临着一个竖向这个视野较窄的问题，所以它光学设计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调整空间。很多朋友觉得使用时候画面偏上，就需要通过镜腿调节之后呢，可以让这个画面就更舒适。这次的鼻托调节也提供了前中后的3档调节，再加上鼻托自身的一个张开靠拢啊，真的应该算是9项调节了。这应该是 BB 方案观音眼镜里的最强的佩戴调节能力了。这次音量调节采用了按键调节形式，左边的话是短按的音量加减，它长按呢实现一个轻语模式的一个关和开，避免之前使用轻语模式就必须去搭配手机 APP 或者说魔盒才能开启，而且不能记忆的问题啊。右侧的镜腿则是单击亮度调节和长按的120赫兹的这个模式的开关，开启 3D 模式也很方便，左右随便哪个按键就同时按一下就可以开启 3D 模式，这个方面的调节也是非常快捷方便的。这次的雷鸟 Air 2刚上眼，给我感受最明显就是它这个顶部啊、底部啊，它这些眩光就是看不到了。相对于 Air Plus， 整个视野范围内的画面很干净。当然 Bird Face 方案它固有的来自底部的一个反光还是不可避免的。Air 2同样是没有标配下边延长的一个全遮光罩。我们看这个镜框造型的话，应该不能沿用 Plus 的遮光罩。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延续性啊，方便老用户进行无缝的衔接啊。正面隐私问题也一直是 Bird Face 方案的一个短板。这次 Air 2搭配的
墨镜片的遮挡效果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这次的入眼亮度600尼特，搭配原装墨镜和我筛掉墨镜它这个户外的表现情况，我们也来对比一下。亮度的切换有10个档位，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个切换过程是否有一个色温的变化。这次的色彩在原生的状态就比较舒服。对于有更个性化的色彩需求，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进行调节。它调节保存以后是断电记忆的，所以你下一次用的话，就是还是这个调节好的色彩。我建议厂家呢是能给几个预设模式方便小白用户快速套用。Air 2的 FOV 为46度，它的画面大小对比 FOV 为49度的 Plus， 它们的对比如下。所以目前的画面大小也是为了得到一个更轻薄机身的前提下的进行了一个取舍。那 Air 2视野更清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镜框没有了，所以让下侧的这个视野就无遮挡，特别适合像我这样，就是上面就是摸鱼视频，然后下面就是工作。当然摸鱼需谨慎，专心跟优秀雷鸟家的眼镜的 Airbox 保持了一贯的优秀水准，整体的画面畸变和鬼影控制也非常优秀。此次 Air 2支持120赫兹的 1080P 以及60赫兹的 3D 分辨率。我个人使用下来感受就是120赫兹就是在一些特定的一些情况下，相对60赫兹有一点色阶上的断层但是这个问题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支持120赫兹的眼镜都会有这个感觉。除了重量是影响眼镜佩戴舒适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它更凉爽的这次佩戴感受。之前许多朋友对额头位置的发热比较介意Air 2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布局，将发热明显的这个驱动芯片它放到了右侧镜腿前端，加上眼镜本身的它整体功耗的降低我们来对比一下两者在600尼特120赫兹纯白色画面下的功耗表现。额头的发热也是大大改善了。我也来对比一下15分钟 1080P 观影后的一个发热情况。Air 2最热位置就是为镜腿前端，基本上是不会接触到我们人体的皮肤的，所以它这个佩戴舒适度是提升比较明显的。雷鸟 Air 2本身是可以搭配几乎所有的支持 DP 信号输出的那些设备，它有线连接使用我手头这些设备兼容测试情况如下表。那此外我也对手头的边充边用和 HDMI 转接这些测试情况也是如下表，反正是传统节目了。那这次雷鸟创新还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配件 Joy Dock，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滑轨结构支架和 Switch 整合成了一个整体再通过2次线连接就是实现了 Switch 和眼睛的连接使用。这个背夹和 Switch 还是蛮服帖的，而且完全不会影响它的充电散热孔这些，厚度基本上是不影响去直接放进收纳盒，拆装也很方便。就是我要温馨提醒一下，千万不要学我在带着保护壳的 Switch 上强行安装这个背夹。不过即使像现在这么个带伤状态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Joy Dock 对于之前同样做了这方面尝试的 X6 Beam 以及 Lockheed Hub 来说，优势是更一体化。 Beam 呢的确可以通过打印件就固定在 Switch 的后背使用，但它有一个缺陷就是不支持边充边用，我们使用的时候会存在一定的续航焦虑。那 Lockheed Hub 是可以连接充电宝直接使用的，但整体它这套搭配就是有点繁琐，所以雷鸟 Joy Dock 解决了上述问题，让 Switch 呢迅速获得了一个 1080P 的一个拓展大屏Switch 连接到眼睛的内容展现方式是以0到5的跟头形式，它的显示是清晰锐利的，也基本上感受不到任何的延迟和频散。这套组合唯一问题它的整体重量达到了654克，不过它是因为激活了电视模式，你反正手柄是取下来使用的，也不用整套捧着使用，所以重量其实也不是问题Joy Dock 自带1万毫安时的电池，它连接同样满电状态 Switch， 再连接眼镜使用，断断续续约5到6个小时，然后 Joy Dock 才停电关机。Switch 还一直保持着满电Joy Dock 的充电功率最高为20瓦，充满电为1个半小时。Joy Dock 实测也是支持老款的 Plus 和包括友商的眼镜雷鸟 Air 2也可以搭配雷鸟魔盒去提升它的观影体验。魔盒的系统经过数次的 OTA 升级目前已经是很流畅了。雷鸟 XR 眼镜 APP 呢也全面适配了雷鸟 Air 2，通过兼用的手机，譬如我手头的华为 P50 Pro， 连接 Air 2就可以体验 AR 观影和 AR 游戏。当然了，本次新品发布会它主要重点还是雷鸟 XR， 如果你需要随时随地的体验到真 AR 的感受，譬如说 AR 翻译导航，还有它强悍的第一人称的拍摄能力那可以看一下我的上一期视频，进一步了解一下。当然你只是需要观影，需要更好的显示色彩和清晰度，以及更舒适的一个佩戴体验，那本次视频的主角雷鸟 Air 2是我们的最优选择。
今天对雷鸟 AR2的体验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关注我，带你领略智能眼镜的魅力所在。